普京回应莫迪，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俄罗斯的政策改变了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这次上合组织会议上，普京仍然在不停地向各方解释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缘由。普京向中国表示，理解中方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关切，但赞许中国领导人在冲突问题上平衡的立场。而西方媒体则借机大肆报道称，这代表普京间接承认中国对俄乌战争感到不安。其实，中国一直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是劝谈促和。普京在与莫迪会谈时，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他罕见地表达了想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莫迪对普京说，现在不是战争时代，保证粮食、能源等领域的安全才是世界主要关切。普京回答称，俄罗斯将竭尽全力尽快结束冲突。不幸的是，乌克兰领导人和政府拒绝谈判，并宣称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前几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普京通话，得到的答案仍然非常悲观。他确认俄乌冲突距离结束遥遥无期。欧洲大国的领导人最近也与普京进行了通话，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而且这些电话都是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方向大规模撤退之后进行的。这似乎证明俄乌双方目前仍然都没有意愿迅速结束俄乌冲突。那么普京对莫迪说要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是不是真心话呢？应该是真心话，但是这并不等于俄罗斯有条件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结束战争。现在最重要的变化是，普京现在把战争持续的责任推给了泽连斯基政府，也就是乌克兰方面想要继续把战争打下去。普京对莫迪说的与对西方国家领导人说的为何解读出来信号不完全相同呢？这其实只是交谈对象不同所带来的理解差距，并不等于俄罗斯会单方面尽快结束俄乌冲突。首先，俄罗斯仍然没有调整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包括支持2个顿巴斯共和国的独立，并且维持克里米亚的统治。另外就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的立场等等。如果我们看不到俄罗斯在政府层面改变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也就意味着普京在短时间内会坚持在乌克兰打下去。不要忘了，随着冬季的来临，欧洲将会面临着更大的能源危机压力。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依赖外援打仗的乌克兰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俄罗斯短期内不大可能会改变目标。其次，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结束俄乌冲突的条件，因为乌克兰现在根本不想谈。当采取军事手段成为解决俄乌冲突的选项时，并且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大量军事援助，那么乌克兰就有意愿打下去，而西方国家也会随着乌军的表现而改变其支持力度。如果俄罗斯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俄乌冲突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不但将严重消耗俄罗斯，还能将欧洲的安全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也是美国不断提升军援力度的真正原因。因此，俄乌冲突从本质上讲已经从政治上变成了真正的军事仗。俄罗斯暂时已经失去了通过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接下来还要看俄军在战场上能不能打出优势，双方的鏖战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俄罗斯也需要表述和平的意愿，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理解。对普京而言，国际社会要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压力一直存在，时间越往后，这种压力就会越大。所以现在表示俄罗斯方面有谈判的意愿，可以进一步增加乌克兰方面的压力，这也是一种舆论战的技巧。总体来看，俄罗斯现在就算是真的想结束俄乌冲突，但是已经很难结束了，因为泽连斯基似乎看到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希望。目前双方较量的重点是在战场上，而不是谈判桌上，也就是说已经回归战争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或许进行战争总动员才是明智的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